订婚宴结束后，未婚夫就通知我，房子我已经卖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未婚夫说，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吗？我就住你的房子。我跟他说明，我的房子是要留给父母住的。未婚夫一意孤行，坚持己见。我转头也把自己房子卖掉，然后他急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高奇，我们订婚宴你是不是没出钱？彩礼5金，我也一分没要吧？那你把房子卖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住哪里？听到未婚夫说已经把房子卖了后，我顿时气得冲他连环问。我和高奇是家里亲戚介绍相亲认识的，性格合得来，话题也能聊到一块去，所以相处半年后，我被催婚，就先和高奇订婚了，想让双方父母图个安心。可我没想到，高奇订完婚就把他的婚房卖了。面对我的质问，高奇满不在乎地说，不就卖个房子吗？你的那套学区房也可以当婚房住啊。说到后面，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调侃我，怎么，我把房子卖了，你就不打算跟我结婚了？你不会那么拜金吧？我当场就被气笑了。拜金？我们这结婚彩礼都是18万，最低档也得6万6。你说你的钱都拿来投资了，手上没有闲钱。我一没找你要彩礼，而没找你要金戒指、金手镯，怎么最后我就成拜金女了？我一直秉承的理念就是势均力敌的婚姻，我可以不要彩礼，不要5金首饰，也不要什么婚礼场面，但我有的，男方也必须要有。高奇是我相亲认识的，能走到一起，就是看中他有一套房子，反之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。而他如今却在订婚宴结束后，把我们即将结婚的基础给卖了，我怎么能不生气？老婆，我卖房子又不是去吃喝嫖赌，我是去投资，用钱生钱。我忍不住失笑，你以为投资那么好做的？谁家好人有能挣钱的路子不自己私藏着，会拿出来跟人分享？高奇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要的并不多，一个老实本分的丈夫，一个孩子未来脚踏实地的父亲。可他却觉得挣钱这件事似乎很容易一样。高奇脸顿时一黑，怎么跟你沟通这么费劲呢？我又不傻，亏钱的买卖我肯定不会去做的。说到后面，他意识到自己态度有些过火，深吸了几口气，用缓和的语气对我说，老婆先别生气，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吗？咱们结婚就先住你那套房里，等我挣钱了，我给你买个大房子，海景房。男人惯用的伎俩就是给女人画大饼，可惜他画错了人。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说有感情有点假，倒不如说是婚搭子更合适。婚礼推迟吧，你什么时候把房子赎回来，我们什么时候再结婚。今天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今晚的聊天话题让我心情很沉重。道理上，我理解那是他的资产，他有权做任何决定。感情上，我难以接受，心里没有安全感。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，我去找了很久没联系的大学律师同学，简单咨询后，同学一句话就把我问愣住了。老同学，你确定他真的拥有房产吗？我僵硬的点头。我见过高奇的房产证。同学又问，那你有看到登记他名字的产权证吗？这也很重要的。我没有接话了。这一刻我猛然意识到，自己似乎从未真正见过他的产权证。之前高奇给我发过的产权证照片只有包装外壳，我不疑有他，所以压根就没看内容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同学问我，你说他卖房子投资，平时他投资情况如何啊？我忍不住摇头，之前没听他说过。
就最近突然说的。你去查他信用记录了吗？有没有外债？我又摇头，没有。同学忍不住扶额，你俩都快结婚了，怎么问你这个也不知道，那个也不知道？我尴尬极了，都是头次结婚，哪能想到那么多？我和高启就只是一起去医院做了个婚检，互相确认身体健康。至于其他的，除了根本没考虑那么深远，主要是不好意思跟高启问关于钱的事情。除了相亲那天问了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，后面我就没问过了。如今细细回想，同学的话让我坐立难安。对于高启，我还是了解的太少了。同学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抛开专业的问题不谈啊，反正我是没听过，刚订婚就卖房子，然后还要求住女方家里的。而且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彩礼什么都没要，他连个房子都不愿意给你留。反正如果换成是我肯定不愿意。”回去后，我在社交平台查了很多类似的帖子，越看心情越是沉重。最后实在是忍不住，决定试探一下高启。晚上平复好心情，我给他发信息：“启，我想了一下，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现在房子不像以前了，一点也不保值。”高启立刻回信息：“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。这几天你也不回我信息，我以为你还在生气呢。”完事还发了个可爱的抱抱表情，给我发了个语音：“亲爱的，你是全世界最善解人意的妻子，是我误会你拜金了，老婆我爱你。”不知怎地，忽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顿了下，继续给他发信息。话说回来，如果结婚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租房子了。高启发了个问号，接着问：“租房？你不是有房子吗？”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想把小房子卖了，换一套大房子，对吗？这个决定我支持，不过我暂时拿不出钱，我的钱正在投资呢。你先自己出钱垫着就行，以后结婚有小孩了，咱们得为孩子着想。我鬼使神差地回了句：“你手里一点闲钱没有？”这一刻，我脑海里忽然回想起和他认识开始以后，关于钱的问题，他的态度。订婚的时候，他说钱都拿来买房子，没有闲钱给彩礼。订婚的戒指，他也是从淘宝上9.9包邮买回来的假货。突然，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冲进卧室，从抽屉里翻出一串项链，翻出项链包装盒上的条形码，然后拍下照片发给旗舰店客服，询问项链的真伪。这条项链，高启说他是花了5万多买的。客服很快回复一大串字，说条形码是真的。我心情稍稍好了些，往下继续翻阅的时候，注意到这条项链购买的时间居然是3年前。他骗我，3年前我根本不认识他，而且条形码只能证明包装盒是真的，不能代表项链也是真货。怀疑一旦产生，很难再有信任。这一刻，我忽然变得格外清醒，对利益的得失也十分敏感。我认为自己是个足够经济独立的女性。高启每次送我东西，我都会回馈同样价值礼物。可现在，我只觉得自己太傻了，他居然好意思提议让我自己出钱自己买房，然后他1分钱不花，跟我一起住。我回忆了一下从相亲到订婚的整个过程后，寒心地发现高启恋爱期间并没有付出多少钱。对此，我对这段婚姻已经不抱有希望了，但我还是想看看高启还能耍什么花样呢。于是我调整好心态，继续给他发信息：我没有买房子的计划，房子卖了以后，咱们租房住就好了。消息刚发出去，高启的电话就立马打了进来。刚接通，就听他语气焦急地问我：“你不打算买房子，以后要跟我一起租房子住？”
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我反问他，你卖房子不也没跟我商量吗？高启语气拉高，我不是通知你了吗？又不是没跟你说。我淡淡的哦了一声，那我也通知你了呀。他瞬间就炸了，暴怒的声音听着有些吓人。我还以为你要卖小房换大房，结果你压根没有买房的打算。说到这里，他做了几个呼吸，压着情绪继续对我说，我卖房那是为了挣大钱，你把房子卖了，我们就真没地方住了，总不能一直租房子吧？再说了，我们2个月后就要结婚，你赶紧取消交易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被气笑了，他可以做的事情，我做了就不行。之前还觉得律师同学的问题提得有些咄咄逼人，如今想来，同学说的一针针见血，这高启肯定是在算计我啊！想到这里，我淡定地用高启之前的话术来回应他，我这么做没问题啊，钱捏在手里投资钱生钱吗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高启顿时不耐烦了，你亲眼会投资吗？或许意识到自己说脏话，他轻咳了一声，解释：哎呀，老婆大人，投资这种事情不是你想当然的那样简单，听我的话，乖乖把房子交易取消。你那套房子虽然小了点，但也有3室1厅，还是学区房，以后咱们孩子上学方便啊，不可能贬值的。我挂了电话，心中隐隐有一个不好的想法。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，我临时决定去看看高启卖掉的那套房子。当我赶到高启卖房的小区时，大老远就看到了他和一个女人并肩，有说有笑地走进了电梯里。看着电梯缓缓停在27楼，我立刻打开手机，默默点开扫地机器人的 app。高启不喜欢搞卫生，之前他送给我一台价值3000元的工作2手手机，于是我就给他也买了一款同样价值的扫地机器人。扫地机具备摄像功能，原本是为了方便主人远程遥控，将家里角角落落不好清扫的地方做一个人为控制的操控清扫，如今却成了我偷听偷看高启和那个陌生女人的秘密监控。为了防止被发现，所以我才第一时间打开扫地机器人，因为这玩意开启的时候是有声音的。看着画面逐渐清晰，没多久我就听见开门的声音，2双脚走进客厅，然后并排坐在了沙发上。女人的声音率先响起，怎么样？事情进行的还顺利吗？高启的情绪似乎并不高，难度很高。之前他不要彩礼，不要金银首饰，我以为他挺好说话的，没想到房子的事情态度这么强硬。咱们得换个方式了，明天你跟我去把这套房子过一下户，我先把婚结了，等结完婚以后，到时候我再把房子还给你。可是房子刚过户没多久，再搞需要时间，起码要1个月吧。行，那我先托李欣1个月。听到2人的对话，我的心凉了大半截。和高启说话的女人是谁？愿意把房子暂时过户给高启，说明女人很信任他。首先排除是高启的姐姐或者妹妹，因为他说过自己是独生子女。难道这个女人是他的相好吗？我摇了摇头，甩掉这种不成熟的想法。如果是男女那种关系，那这个女人不可能会让高启跟我在一起。我接受不了跟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男人，我相信别的女人也是一样的想法。我的学区房和高启房子是相邻的小区，2栋楼挨得很近，隔着2堵小区的墙，中间有一条单行道，直线距离也就不到20米。所以日次我找了个时间去了高启家，敲开门后是个女人。你是？女人疑惑地看着我，她假装不认识我，我直视她，打量着她，
个子不高，身材匀称，有一种小女人的味道。我皱起眉，这里不是高奇的家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高奇是谁？他装不懂，但又表现出一副刚刚反应过来的样子。哦，你说的是高先生吗？他把房子卖给我了，请问你是？他很聪明，两人明显在房子的事情上是统一战线的，他却在第一时间装作和高奇不熟，还实话实说房子是自己的。如果把我换成他，肯定第一时间就慌了神，因为我从来不会撒谎，也做不到他这样淡定。我是高奇的未婚妻，听说他把房子卖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对方笑了笑，高先生昨天联系我了，说要把房子买回去。我开始不同意，但是他加了几万块，所以1个月以后，这个房子还是高奇的。那我能进屋看看吗？我还有东西落在这里。女人明显慌了一下，不行，买房的时候，高先生都把私人物品搬走了，这里现在还是我家呢。我没有再坚持，而是转身离开了。高奇给我打来电话，电话里的他声音满是欣喜：老婆，我把房子重新买回来了，你能不生气吗？联想到昨晚听见的那些话，现在我越来越想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，是吗？那带我去看看房子吧，就现在。高奇语气一僵，现在恐怕不行，得等1个月以后。那就1个月以后再联系我。我直接挂断电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来到我家找我，手里拿着一束花。星，房子的事情我跟你道歉。他将花递给我。爸妈知道我卖房子的事情以后，把我狠狠骂了一顿。我也意识到自己想法太单纯了，所以我又加了几万块，重新把房子买回来了。说着，他又拿出手机，将支付记录递给我看。这下你该信我了吧？等1个月后，房子过户的时候，你跟我一起去房管局，到时候你出1半钱，房子我写你1半名字。要不是昨晚我偷听到了那些话，这一刻我还真就信了。他这明显是想骗我钱啊！我摆了摆手，将昨晚的录制的视频发给他。你好好看看吧。高奇疑惑，在看完视频后，脸色终于难看下来。你居然监视我！我冷笑一声，监视？我帮你扫地，怎么就成了监视呢？那个女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姐。高奇有些慌了。你姐？高奇，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？高奇连忙解释，真是我姐。我虽然跟你说过自己是独生子，但我家之前很困难，所以我爸就把我姐送给大伯家了。不信的话，你去问。我担心高奇和他通气，所以立刻命令，你现在就打电话，开免提，我听着。高奇气坏了，你不信任我？信任？昨天之前，我是觉得高奇这人想占我便宜，对他还有信任可言。现在，我只觉得高奇越来越看不透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觉得是假话。如果真是姐弟，那刚刚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承认，为什么还说一句高先生呢？怀疑一旦产生，就会很难修复。我想过高奇可能脚踩2只船，和那个女人有不见的人的关系，没料到他俩是姐弟关系。可是现在都不重要了，我已经没有和他结婚的打算。于是我开口，高奇，我们不会结婚了，分手吧。不结婚，分手。高奇的声音拉高，十分的震惊。我们婚都定了，你现在要分手？李欣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这话直接给我气笑了。高奇甚至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分手，因为你让我没有安全感。婚前卖房的理由居然是投资。高奇，你难道不觉得这种理由很苍白吗？还加了几万块把房子买回来了，你现在说的话有一句是真话吗？监控视频里，房子明明就是原价买回来的。说到这里，
我直接把他推出门外，关上门，然后反锁。几天后，我回老家看爸妈的时候，遇到了之前撮合我跟高琪在一起的亲戚。亲戚一见到我就问：“听说你要悔婚？高琪这孩子人还是很好的，你不能因为一套房子就跟他离婚啊？现在老家人都说你拜金。”我反问他：“谁敢说我拜金？彩礼和首饰我一个没要，订婚宴还是我出的钱。”亲戚被我一句话对得说不出来个所以，白了白眼，继续找理由。那你今年也30岁了，再不结婚就没人要了。我冷笑一声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门在后面，慢走不送。爸妈问我和高琪什么情况，还告诉我高琪到处逢人就说我是个拜金女。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把事情实话实说了。爸妈听后纷纷沉默良久。爸爸说：“不想结婚，那就不结了吧，咱闺女不受这个气。”我红着眼点头。在家的第2天，律师同学告诉我，他查到了高琪和那个女人在宾馆的开房记录。我很震惊，直到同学说出女人的名字叫张慧，我意识到高琪一定是在骗我。在多方打听下，我确定高琪又撒谎了。那个叫张慧的女人跟她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，而且张慧有老公，开房、老公连在一起。我顿时想到了一个词：出轨。也就是说，张慧婚内出轨了高琪。我有一种踩到屎的恶心感。还好之前高琪想跟我亲热的时候被我拒绝了，不然我会更恶心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高琪拎着礼品赶到了我家。一进门，他就冲我爸妈问好。我爸妈也不好伸手打笑脸，也就客套了一番。等他们客套完，我一句话都没说。爸妈见状，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出去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高琪，气氛安静了10几秒。高琪开口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结婚不是儿戏，你不要因为一时之气就说分手，显得太不成熟了。”我冷笑：“听说你在村里到处传我是个拜金女啊？”高琪一愣，立马否认：“我没有，别装了。如果不是你说的，谁又知道呢？还有啊，那套房子恐怕根本就不是你的吧？张慧是你老相好。”3秒后，高琪怒气的声音响起：“李欣，你偷偷调查我？是，那房子的确不是我的，但你以为我买不起房吗？我以为你和别的女人不同，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无知。”高琪破防了，但他的话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影响，所以短暂停顿后，我淡定开口：“我物质也拜金，所以我们不合适，早点散，对你我都好。”高琪被我的话噎住，过了会儿，低三下四的开口：“李欣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我们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结婚了，我家里亲戚都通知好了，你现在说分手，让我面子往哪儿搁？”说着，他眸色深沉，似是嗤笑一声：“再说，你今年都30了，村里姑娘大多18、19岁就结婚，你已经是老女人，除了嫁给我，谁还会要你呢？所以李欣，你别再无理取闹了，到时候搞得我们2家人都挂不住脸，让村里人笑话。况且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要结婚？不就是你爸妈催你，刚好我恰巧出现吗？”见我不说话，他以为已经说服我，又换了一副语气哄着：“老婆，你可不能纠结。至于房子嘛，我又不是买不起，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咱俩一起买一个，这样多公平。”高琪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些遗憾的往事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原本谈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，可爸妈让我以学业为重，绝对禁止我谈恋爱，说毕业以后再谈也不迟。后来大学毕业了，我在社会上打拼工作，爸妈又拼了命的催促，都毕业半年了，怎么还没找到男朋友？
他们以为男朋友是一个商品，随时随地想要就能有。如果合适的男人那么容易找到，世界上又怎么会有这么多像我一样的大龄剩女？我用5年时间稳定工作，转眼间就快到30岁。爸妈开始变招法儿，逼我相亲，不停地安排相亲对象。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我最高纪录一天像8个。直到遇到高奇，他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个子没我高，可我们能聊得到一块去。迫于家里的威压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去谈。另一方面，可能也有自暴自弃的原因吧。我想着就按着家里人的意思来，反正以后出事了，赖不着我，也没人敢说我不对，所以我就和高奇订婚了。高奇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肮脏事情，你走吧，别逼我骂人。高奇见我怎么也哄不好，干脆也不装了，指着我就骂：拜金婊子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以为老子稀罕跟你结婚？把之前约会吃饭还有买礼物的钱统统还给我。我气到爆炸，再也忍不住好脾气，指着他骂：滚，你给我滚。爸妈听着声音进了屋，妈妈牵着我的手问怎么了，我爸直接拿着拖把将高奇撵出了屋。我委屈地哭了起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妈心疼极了，眼泪也跟着落下来。妈道：我后悔了，妈当年不该逼着你和学校那个男同学分手，他是咱们隔壁村的，听说现在不仅在城里买了房子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还娶了个漂亮媳妇。我看了他媳妇，也就一般般，不如我女儿1/10。我爸听后忍不住脸一黑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比这个比那个的？女儿的幸福最重要，这门婚事我看必须得退。高奇这个家伙真的是满嘴谎话，父母和我站在统一战线，很多事情做起来就顺利很多。虽然他们的想法不一定对，也经常会打着为我好的旗帜去做事，但我从未怀疑过他们口中的为我好这3个字。可我还是小看了退婚难度。第2天临近中午的时候，爸妈回来后脸色都非常的难看，一问之下才知道高家居然不同意退婚。我被气得不轻，打电话质问高奇为什么不同意退婚。高奇冷笑：你以为结婚是儿戏吗？你已经上了我们家族谱，这个婚必须结，不结那就赔族谱钱。我听后只觉得离谱，上个族谱就是他家媳妇了，而且族谱这玩意还是当初订婚时他们家拉着我上的。我冷笑一声：好啊，那我们法庭见吧，我会告你。中午的时候，高奇父母拎着礼物亲自登门，高奇没有出面，我自然也不会出面，由双方父母交流就好了。我在闺房听着外面全部对话，弄清了高奇爸妈的来意，还真如高奇电话里说的那样，赔族谱钱，不然就不会同意退婚。双方父母都是笑着沟通交流，客客气气的，可我还是能从言语中听出火药的味道。我爸不乐意，高奇爸的意思是不乐意你也得受着。这个村子里高家人的势力大，要悔婚退婚，那就得拿赔偿款出来。我爸笑呵呵送走了高奇父母，转过身后，脸色沉底阴沉下来。这一家子畜生，当初怎么就跟他们订婚了呢？听着爸爸的怒骂，我从房间走出，安慰他：没事，咱们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就好了呀，这有什么的？我妈摇了摇头：女儿啊，你不懂，这越是落后的村子，有些事情并不是讲道理就能解决的，只有弱者才会追求公平公正。我不赞同，却也不反对。爸妈有爸妈的圈子，他们在那个圈子活了一辈子，我不可能1句话2句话就反驳掉，所以我提议让他们跟我搬到城里住，因为我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。爸妈同意了，
我负责联系人搬家，爸妈负责变卖村里的资产。只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们就搬到了城里。妈妈有些不服气，总说我和我爸太怂了，明明是人家欺负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还要退让？爸爸一句话就说服了妈妈，信服着退让原则。高齐家那一支子，到高齐这一代已经落寞了。他一穷二白的，想要白嫖咱家几十年攒下的基业。你跟一个光脚的斗，吃亏的还是自己。我跟着后面附和，是啊是啊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可我还是小瞧了高齐。隔了2天，他居然找到了我家，因为他之前来过我的屋子，所以轻车熟路。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爸妈出门去菜市场买菜了，而我又忘了更换密码锁，让高齐很容易就进了屋。让我心悬起来的是，他手里捏着一把刀。你想要干什么？高齐嗤笑了一声，凑过来拍了拍我的脸。李欣，从订婚那天开始，你这辈子注定就是我的人了，你跑不了。之前你不是说厨房的刀不够锋利吗？所以我就买了一把，专门给你送过来。呵呵，我今天还有事要处理，就先不跟你说了，在家等着我哦，我还会回来的。砰！防盗门被关上的那一瞬间，我整张脸都被吓白了。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，看着桌上明晃晃的刀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他根本不是来送刀的，他这是在威胁我。爸妈拎着菜回来后，我第一时间将事情说了，然后立马联系朋友租了一间套房，当天中午就带着爸妈住过去，又联系开锁师傅把防盗门的密码改了。最后我直接把房子卖给了朋友圈一个的猛男。猛男之前是在购房平台上认识的，当初我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，他就加过我微信，问我能不能转手卖给他。因为这套房子原先是他卖出去的，所以当我提出愿意卖房的时候，猛男第一时间就拟好了房屋合同，生怕我反悔，连夜就签了过户手续，接着就把钱打到我账户上。当天晚上，猛男就搬进了我家，我手里捏着钱，加上爸妈添了一些钱，我们又在别处购置了一套房产，一家人高高兴兴搬了进去。送给高齐的扫地机器人，我的屋里也有一台同款，我送给猛男了，但账号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给他，所以我还是能登录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开着机器人监控，一直在等高齐上门找茬。第3天的时候，我听见手机里传来异样的声音，立马操控起来，将扫地机器人对准门口。猛男打开门，高齐看到他后顿时一愣，问：你是哪个？猛男说：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。高齐冷笑一声，对着屋里喊：李欣，你还知道找人保护自己啊？未免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喊完，高齐就推开猛男，冲进屋内，直奔主卧。下一秒，我听见主卧里传来女主人的惊叫声，紧接着高齐傻眼了：你不是李欣？李欣人呢？女主人气疯了，就质问她老公：我被欺负了，你还看着？猛男不语，只是一味的输出。高齐被打进了医院，猛男没有任何法律责任，因为他这是私闯民宅，还企图侮辱良家妇女。我心里爽得不行，这种人就该要猛男这样的男人来好好根治一下才行。这顿打他是白挨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之前的张慧不知道哪儿找来我的号码，约我去咖啡厅见一面。我赴约后得知了她的意图。由于张慧频繁买房卖房，让她的老公发现了张慧近期的不对劲，所以张慧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她美言几句，还表示可以给我10万。我听后迷糊了，我怎么帮你美言几句？张慧告诉了我原因，原来张慧和高齐是高中同学，两人在一次聚会后
一时没忍住在一起了。然后高琪就一直纠缠他，和他保持不正当的关系，一边白嫖他的人，一边白嫖他的房子。张慧为了不让自己多金的老公知道这件事，只能乖乖就范，一边给人，一边给钱。我听后恍然大悟，联想到那天两人在房间里的对话内容，心里立刻就有了个轮廓。所以张慧是非常希望我能和高琪在一起，这样她就可以慢慢淡化和高琪的关系，脱离高琪。我说没问题，把你老公的联系方式推给我。张慧给了，我反手就把所有事情如实告知，然后装病去高琪所在的病房隔壁住下。那天阳光明媚，高琪却被打成了狗。她腿上的石膏刚刚绷好没多久，就被张慧的丈夫踢崩了。狗日的东西，老子弄死你丫的！我凑在门口看热闹，高琪被3个男人堵在屋角，被3人轮番踢打，一旁的护士拉架不成，只能在旁边干看着。张慧鼻青脸肿地坐在病床上，捂着脸低着头，一副不想被任何人认出来的样子。眼看着高琪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身体多出渗血，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医院。从他威胁我到后来被打，其实这个过程里我基本没出多少力，也没有耗费多大精力跟心思去对抗，有的只是顺水推舟。毕竟他做的事情太招人恨了，被打也是正常。1个月后是我的生日，爸爸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妈妈亲自为我订了蛋糕。我们一家3口坐在桌上高谈阔论。妈妈说以后再也不催我结婚了，什么时候遇到合适的，什么时候再结。爸爸也笑告诉我，不结婚也没事，爸养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